大家好，我是來自起笑實驗室的范雪倫。每次看到漂亮的高麗菜，就會想到薑汁燒肉，這是我覺得最能顯得高麗菜絲鮮甜的料理。先來處理高麗菜，像這樣小顆的菜，可以使用1/3到半顆的量。切開高麗菜後，把外層與內層分開，內層的口感比較嫩，講究的話可以像外面餐廳一樣，只使用內層。家常菜只要菜沒有特別老的話，分開是為了方便可以稍微壓平，讓切絲的過程更加的快速安全。碰到比較厚的菜梗，可以先片下來再一起切絲，就不會影響口感了。等到切絲完成後，再來一次清洗。清洗的過程中，菜絲會吸飽水分，瀝水後蓋上蓋子進冰箱冷藏。在我們制作薑燒豬肉的這20分鐘左右的時間，就足夠讓高麗菜變得更加口感清脆。再來是薑汁燒肉必備的洋蔥，去皮之後來選要順紋還是逆紋切。順紋的話口感會比較清脆，吃得到洋蔥的存在感。逆紋的話，洋蔥絲上會有很多斷面，味道釋放的比較快，口感比較容易與其他材料融合。薑的話，建議務必要勤勞點磨成泥，不管把薑絲剁得多細，食感都還是一顆一顆的，香氣和汁水也很難完全釋放。最後是主角五花肉，這已經先用鐵盤在冷藏室解凍，去除多餘的水分。如果你沒這麼做也沒關係，記得用廚房紙巾把肉擦乾一點，因為濕漉漉的肉要煎香會比較困難。首先來煎洋蔥，我選擇用比較接近煎烤的方式來處理，也就是一面鋪平後，耐心的等待上色有香氣後再做翻面。這樣處理洋蔥比起不斷翻炒，比較容易有焦糖化的香氣，也比較不容易出水。煎烤到喜歡的顏色後，就可以先拿出來備用。你可以看到鍋底幾乎沒有水分殘留，這樣煎烤出來的洋蔥，無論味道和香氣都十分濃郁。烤完洋蔥後來烤五花肉，鍋子維持感覺快要冒煙的熱度，快速的把肉烤到焦黃出香氣後取出來備用。這階段會讓人感到非常的飢餓，還好肉熟得很快。等肉都好了之後，先關火來放調味料。照燒醬汁的調配上，日本人在味淋和醬油的使用比例大部分是抓在1:1，另外還會再放砂糖。這個甜度我自己覺得台灣人一般比較扛不住。如果你喜歡放砂糖的話，建議味淋的用量要是醬油的1半，試吃後再做調整。如果沒有額外放糖的話，就可以從1:1的比例開始，依照個人的口味做微調。燒醬汁的時候，記得把鍋底的精華刮起來，和醬汁一起煮到濃稠，最後再放入肉與洋蔥，攪拌均勻後就可以關火起鍋了。這種從頭到尾用煎烤方式做成的薑汁燒肉，充滿了燒烤的濃郁香氣，醬汁也充滿肉汁風味，不需要醃漬就能快速上菜，很適合忙碌的日常。配上清爽脆口的高麗菜絲還有白飯，就是色香味俱全又充滿蛋白質以及膳食纖維的一餐。這是我所喜歡的薑汁燒肉做法，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自家習慣的做法呢？歡迎在留言區一起討論，也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分享。我是來自起笑實驗室的范雪倫，希望你今天也吃得很好，我們下次見。